鼓励大家失眠不要只寻求药物，在研究里面，光疗法白天12点钟之前去看亮亮的天空20分钟，可以把褪黑激素分泌量拉到接近健康年轻人的程度，远远胜过健康老人的褪黑激素分泌量。褪黑激素分泌不出来，绝对不是只有失眠的问题。我们女生的荷尔蒙敏感性组织，包括乳房、卵巢、子宫，就是睡觉的时候，褪黑激素分泌起来，压制了雌激素。我这荷尔蒙器官，我就一天可以休息8个小时。那你如果都没有褪黑激素，你就整天都不得休息，刺激到后来有一天这些组织就会癌变。褪黑激素被发现是一个抗老的荷尔蒙，因为它也对抗所有跟老化相关的疾病，包括你所知道的三高、骨松、退化性关节炎、帕金森氏症、失智症。它可以对抗很多毒性污染物引起的急性肾衰竭。褪黑激素是已知目前最强的肾脏保护剂。好，欢迎你收看《健康大前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你知道吗？台湾除了是洗肾王国之外，我们也是失眠大国。好多人晚上都睡不着哦，大家有失眠的困扰，很多人吃安眠药，安眠药越吃越重哦。我们一年可以吃掉4.7亿颗哦，怎么回事？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肾脏科的名医江守山医师，医师好，欢迎。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睡眠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一个肾脏科要跨界去写一本书叫《褪黑激素》来，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原因是因为台湾人跟医生大家都太忙太懒，所以我们把所有的失眠都交给药物来处理。那我讲我一个病人这个病人为了他睡不着，然后从晚上吃1颗药开始，到我看到他的时候，这个病人一天连白天都在吃药，一天总共吃20颗药，为了晚上求得一睡。吃20颗药？对，为了晚上安眠药？不是，他有一些是抗焦虑等等的药。OK， 反正都是同类型的药，一天吃20颗。那我看到他的时候，这个病人需要一个外籍的看护陪同，他走路跟一个帕金森症人一样，这样小碎步这样走。那后来他花了半年把安眠药想办法帮他拿掉之后，这个病人可以去爬山，而且不需要人家搀扶。那安眠药让我很在意的地方是，作为一个内科医师，你会轻易的看到这样的一个统计数字吃安眠药的人，即使你1个礼拜吃1颗，都可以增加你的死亡率，猝死的机会大概以2倍开始起跳。1个礼拜吃1颗到2天吃1颗，那你就把死亡率增加到5.3倍。它不但增加死亡率，它也增加你骨折的机会，可能因为你起来的时候头昏脑胀，然后跌倒，骨折会增加，失智症会增加。所以安眠药绝对不是你觉得那么轻松。我举我一个自己的朋友，他是我同学，在几年前同学会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他差点没办法来参加同学会。我问他发生什么事，他是某一家科技公司的老板，自己开了一家公司，也很成功。他routine提供公司的员工1年1次免费健检当然自己大老板嘛，所以就做了很多。包括上下镜，就是上胃镜下大肠镜。做大肠镜的时候，就发现他有2颗小息肉，也就当场切掉了。是，那也没什么问题这是 SOP 嘛？对啊，所以都这样做。那天晚上他睡觉睡一半的时候，突然自己醒过来很不舒服，他就推他太太，推一下没有醒，再推一下，等他醒过来问他闪干嘛？结果看摸，怎么额头都是汗？然后叫一下，叫不醒了，叫救护车送医院急诊，马上转加护病房，败血症。败血症哦。为什么败血症？因为大肠是没办法消毒干净的嘛。大肠是所有的肠子里面的细菌最多量的地方，因为它存大便嘛。是。那你即使会吃这些灌肠了，把固体大便弄走，让你可以看清楚，可是不代表你可以消毒它啦。所以你剪的时候，息肉被剪断的时候，就细菌就跑到血中去了，造成一个菌血症。这是我同学差点死掉的原因。那天真的非常危险。你想想看，那一天如果他有吃安眠药，他可能就醒不过来，因为他没有感觉。对，因为安眠药会抑制你的神志吧，很多东西在安眠药作用下都会让你醒不过来，让你提早去见阎王。包括刚才讲那个情况，败血症，包括什么睡眠呼吸中止症，包括低血糖。很多人睡觉的时候，如果你现在佩戴连续性血糖监测仪，你很多人都会发现，你半夜的时候会有一个血糖突然掉低的现象，那你的身体自卫机转就会让你醒过来，挽救你自己。可是很多人因为吃了药，他醒不过来，他在睡梦中就走了。
或就变植物人。所以吃安眠药就是百害而无一利啦。如果照医师这样讲的话，可是我们又睡不好或睡不着，那该怎么办？好，第一个我鼓励大家失眠不要只寻求药物，你要先把睡眠卫生搞定。有多少种东西可以帮助你睡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在研究里面，光疗法就是在白天12点钟之前去看亮亮的天空，请不要看太阳啊，看太阳瞎掉眼睛，不要找我，我没有讲看太阳。要看亮亮的天空，可是不要看太阳。对，20分钟，就可以刺激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褪黑激素的分泌量。而且这个研究做人体试验，他发现年轻人褪黑激素分泌量很高，然后呢，老人比较低，失眠老人更低。可是如果你白天给他看20分钟的光线，它可以把褪黑激素分泌量拉到接近健康年轻人的程度，远远胜过健康老人的褪黑激素分泌量。是，所以单就一个不要钱的看天空，就可以帮助你。是每一天都要这样看，对不对？对，如果有失眠的话，我会鼓励大家每天都要去做。第二个，你在看天空的时候，最好把鞋子、袜子脱掉，让脚踩在土或草上面，这可以宣泄你身上积压的电压。电荷把它排掉。那有一小部分的人，因为这个排电荷的动作，他晚上就变得比较好睡。有时候电磁波的确会影响你的睡眠哦。国内有个名人，他已经公开讲过，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讲了哈。陈俊旭医师哦，他是一个自然医学的医师嘛哦，他曾经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书哦，在台湾当年度卖了20万本啊，算是畅销书的冠军哦。他因为那本书哦，他就收到很多版税啊。对。他就在台北县的买了一间房子。那买了一房子之后就睡不着觉，你知道吗？为什么？他可能想说自己在美国睡得很好啊，在回台湾睡不着觉，是不是太兴奋了嘛？因为新房子嘛。要连续1个月睡不着觉，他就觉得毛毛的，为什么会睡不着觉？那打电话问房东说：“房东，你为什么比较便宜卖给我，比实价登录便宜多了？”凶宅吗？不是，那个人就你不要误会哦，这个我们的房子很干净啊，不是凶宅啊，我就住在里面睡不着觉，所以我就把它卖掉。就他的房东也是睡不着觉，把房子卖掉了。就在那边，反正就是大家都睡不着觉。对，结果你知道他还去查一下，发现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发现他的床隔着墙，是一个失败的配电盘。你要知道，对配电盘的电磁波来讲，你的水泥墙是不存在的，因为电磁波不会受到，它会穿透。对，墙没办法阻隔住电磁波。OK。所以陈俊旭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把床从这一头移到另外一头去摆。那因为电磁波跟距离平方成反比，你本来只跟它隔0.5公尺，对，你现在隔了可能5公尺。哇，那就差100倍的强度所以你睡不着，你可能要看看你家的周围有没有这个配电箱，对，有没有电磁波？重电器，像什么是重电器？因为有些人的睡觉的地方外面就是他的冷气的主机，对，冷气主机是一个重电器，它会有电磁波的问题。好，你会觉得那是个人比较敏感，你错了。在研究里面发现，你只要睡觉的时候打开 WiFi 分享器，或把你的手机放在床的位置，或者放在枕头下充电，你就可以把你褪黑激素的分泌量降到原来的1/3。可是医师，你这样一讲，我就想到我的卧室外面就有一个主机，就是冷气1对2的那个主机。那如果我冷气不打开，它还是会发出电波吗？不会，冷气只有打开通电的时候才会有电磁波。可是夏天一定会打开啊。还有你说手机，像我们的工作的关系，一定会放在我们周围啊，这要怎么办呢？很简单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像叫陈俊旭的例子一样嘛，你就把床移到对角去嘛。距离平方成反比，就越远越好，就对了。而且这个距离产生影响是很大的，它是跟平方成反比，所以其实你还是有方法可以趋避它，没有错。手机不要靠太近，硬要在睡觉的时候充电，那它就会形成更多的磁波辐射的风险。当然我们可以轻易的买到隔绝磁波的材料去挡它。其实如果你是怕晚上有人叫你的话，你把它放在你的远一点的。离床远一点的地方，又可以大幅度降低它磁波的影响。所以最要命的就是放在枕头底下。对，甚至有些人的坏习惯，他睡觉的时候他一定要先追剧、听 YouTube，听到很累的时候再把它直接塞到枕头下，你就发现这些人可能睡一半就会醒过来。为什么？因为褪黑激素分泌不出来。而且你不要忘记，褪黑激素分泌不出来，绝对不是只有失眠的问题。
它会直接增加你得到乳癌、荷尔蒙性肿瘤，包括卵巢癌、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因为我们女生的荷尔蒙敏感性组织，包括乳房、卵巢、子宫，它能得到休息，就是睡觉的时候，褪黑激素分泌起来，压制了雌激素，那雌激素降下来，我这荷尔蒙器官我就一天可以休息8个小时。对，那你如果都没有褪黑激素，那你就整天都不得休息。所以刺激到后来有一天这些组织就会癌变。所以为什么像空姐、三班倒的护士、生活的习惯、三班倒的医生，都比较容易得乳癌，原因就在这里。哦，原来是这样。观众朋友知道褪黑激素这种东西，其实是在我们的松果体分泌。对不起，在我们的松果体分泌的它会让你的大脑知道说，现在是晚上了，应该要睡觉了。理论上越自然越好，自己分泌的就越好。可是如果真的分泌不足，像刚刚江医师讲的，你可以去看天空那另外有没有可能经由补充呢？那补充可能分2种，因为我们知道市面上有褪黑激素的一种药片。那还有一种就是从天然的食物里头，我们也可以取得褪黑激素吗？没错，很多水果里面就含有很多的褪黑激素，因为台湾褪黑激素算药嘛，很麻烦，而且卖得很贵对，所以我睡前叫病人吃2颗奇异果或5颗酸樱桃，很多病人就可以因为这样就可以好好的睡觉。酸樱桃跟奇异果是褪黑激素里头最多的东西。不是，它不是最多，我们还有比它更高的东西。OK， 有一个东西比它更高，不过你会很难拿它来对抗失眠的，就是烘焙过的咖啡豆了。黑北塞加不是，这个也解释一个问题你自己看看，网络上有很多人分享过他的经验。他说我朋友给我喝一个咖啡很好，我喝完了睡得跟 baby 一样。喝咖啡呢？对，为什么？因为他喝咖啡得到的褪黑激素的效果盖过咖啡因对他的抑制的效果啦。所以意思是说，咖啡可以摄取到褪黑激素？对，烘焙过的咖啡的褪黑激素含量是高的。那当然这就2个跷跷板的问题嘛。咖啡因为咖啡因本身可以抑制你的内生性的褪黑激素分泌，可是咖啡本身提供的褪黑激素又可以引导你产生睡眠。所以它不让你自己分泌，可是它可以让你睡着，就是2个在拉扯，看谁赢就对了。那这个当然就牵涉到你咖啡豆买的种类嘛，对不对？你如果买的是阿拉比卡豆，它咖啡因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它效果就比不上褪黑激素的助眠效果。所以喝了这种咖啡，你可能比较想睡觉。可你买的是便宜一点的混豆，那混豆大概都会混到罗布斯塔，那罗布斯塔豆味道比较强烈。可是它因为含咖啡因的量是阿拉比卡豆的3倍，所以它就会超过提供的褪黑激素的效果，所以让你睡不着，反而抑制你的睡眠。所以大家知道了，喝咖啡不见得是会让你睡不着，就看你可能豆种以及你摄取咖啡因到底是不是多还是少。这个也是打开我们新的一个视野。不过刚刚医师有提到，在台湾褪黑激素是管制药品。要有医师处方，不好买，其实我要呼吁一下，我要呼吁一下我觉得各国政府都要与时俱进了，台湾的卫福部要加油一下了你想想看台湾你把它当药管得很贵，2迷你1颗50块台币，诊所进价。你要知道，美国在保健食品的铺子，1颗200毫克的才卖几毛钱，大概1罐100颗可能才5块美金，对之类的，对，而且200毫克，那你想想看，如果褪黑激素真的像我们大官们想的那么危险的话，那我们1颗台湾2迷你要医生管制，人家1颗100倍的剂量，在 drugstore 不用医生处方，每一个人都可以随便从架上买得到。对，那你硬逼的国人要去国外买褪黑激素，这有道理吗？因为这个包括税收的损失，包括你消费者纠纷没办法求偿，因为你在国外买了就买，你回国再吃问题，你要去找谁？你回国来发现那个药颜色不对，变色了，你要找鬼啊，对不对？对，所以这就是三输，你知道吗？我们国内厂商损失了我们的制造的利润，然后我们消费者得不到保护，国家得不到税收，那只是因为我们观念落后。真的那么危险？美国人吃100倍，你有听过在美国吃200毫克褪黑激素然后死人，然后出现轩然大波吗？没有嘛。
的确是哦，讲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过去曾经做过空服员哦，像我们自己空姐，因为我们要不断的调时差，所以我们也是很普遍的去买褪黑激素来调时差，尤其是在美国，我刚刚讲。一罐可能里面有几百颗、几十颗哦，大概5、6块美金，现在 maybe 贵一点7块美金。可是我有一个疑问哦，医师，我一开始可能买1毫克的，后来我发现好像我上面毫，我又买2毫克、3毫克。所以褪黑激素会不会跟安眠药一样越吃越重？还有到底有没有对人体会有什么样的伤害？因为我后来发现，的确对调时差非常有效，可是我会一直做梦呢。好问题，一直做梦，一直做梦。好。我们先讲哦，褪黑激素它的生理作用，那个不能叫副作用，因为褪黑激素就是要让你进入深度睡眠眼动期用的啦。那你所谓的做梦，其实是在眼动期太剧烈的时候，被你的噩梦惊醒过来。大家回头想一个事情，请问一下，睡眠这个对动物非常不利的事情，为什么每一个动物都要做？你知道吗？睡眠是很危险哦。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可能被蛇咬啦，你可能被那个爬上树的豹子把你叼走的啦。所以对生物来讲，睡眠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你无法自我防备嘛。对。可你想想看，为什么连鸟都要想办法睡眠？它左右脑轮睡，维持它的脚的抓紧，它还是要睡觉。为什么？因为睡眠是生命必须的。因为你只有在睡眠的时候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你脑淋巴才会往外面排泄一天所累积的废物啦。所以意思是说，这个脑淋巴排泄废物这个动作在眼动期发生非常重要。所以吃了褪黑激素，有些人的确因为用剂量比较高，就产生做噩梦的现象，是因为它有个非常激烈的褪黑激素引发的眼动期。也解释说为什么吃安眠药的人比较容易失智。因为安眠药通常不会给你眼动期，你注意看，吃安眠药的人大部分都不会做梦，最后有点呆呆的。对，因为他把你麻倒嘛，他不是真的让你进入眼动期，他不让你做梦。所以吃安眠药的人废物排不出来，久了累积在里面，像贝塔类淀粉啊、透蛋白这些东西，它就会让你变成失智症。好，回头来讲，这个褪黑激素本身有没有越吃越重的问题？很有趣的一个问题是，褪黑激素跟安眠药不一样，它没办法抑制你内生性的褪黑激素分泌。第一个问题，它也没办法抑制你的受体的量，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你为什么有感觉上我好像后来吃比较重？为什么？你那个阶段刚好面临国外因为黄牛症的传播，所以全世界都逐渐把从牛脑提炼的褪黑激素转成全合成褪黑激素。是。那后来发现全合成褪黑激素效果比较不好。比较不好。对，所以你就会觉得好像越吃越重。对。那褪黑激素会不会也有依赖性呢？好问题。它没有依赖性，大概有20几篇研究证实说，不管你外源给了1毫克到200毫克，你都没有办法影响你自己内源性分泌的量，该多少就多少。因为那时候大家担心嘛，就是狂牛症，然后本来都是从牛脑提炼出来的，那现在还有这样子在做的吗？没有，后来发现，我们全合成最便宜，对，因为褪黑激素结构是没有很复杂啦，现在用几步化学过程就可以合成。那当然更好一点就是直接从植物提炼的，被发现它效果更好。可是即使这样植物提炼，效果也比牛脑提炼的便宜很多啦。所以医师提到从植物提炼的褪黑激素，大概是从什么样的地方提炼？太多植物可以有了，最出名的就是从像酸樱桃啦，甚至于你们各位习惯吃的，刚才我讲的这个奇异果，还有什么？凤梨、香蕉，在研究里面你睡前1个小时吃1公斤的凤梨，1公斤也可以产生你分泌量3倍的褪黑激素。OK， 2根香蕉也可以产生接近2.5倍的褪黑激素分泌量。所以睡前补充一点这些含褪黑激素的水果，就可以帮助你睡眠。当然不是要依靠任何的化学物质。我建议大家吃完晚餐之后，请不准打瞌睡。在研究里面，吃完晚餐在电视前面打的瞌睡，对你当晚的睡眠有很严重的伤害的效果。可是老人家有时候就这样啊。对，像我在我那边治疗睡眠的病人，我要求他吃完晚餐看电视，如果想睡，对不起，请起来走路。只要走路就不会睡着，对不对？没有人可以一边走一边睡觉。是。那第二个，要睡觉的时候要全隔光。全部都暗的。对，因为任何光线，尤其蓝光，会严重的削弱褪黑激素的分泌。是。那你会想说，那我跟我先生或跟我的配偶在一起，那他还在忙，我要想睡怎么办？很简单啊，你买个20块钱的眼罩啊，是不是？
眼罩20块钱啊，你不用花1万块去做一个隔光的窗帘嘛，20块的眼罩你就不影响你配偶的工作。是，然后呢，你要有仪式感，仪式感哦，最好要睡觉的时候呢，点个蜡烛吗？不是要换个睡衣哦，然后要有睡意才能上床，不准上床追剧、滑手机、YouTube 滑手机，这个都不准。聊天也不行。对，上床就是准备要睡觉，不要有这个坏习惯。你注意看，很多人是因为睡不着，他就把手机拿起来，后来就养成一个习惯，这个是非常不好，严重伤害睡眠。然后建议各位，如果你今天不幸很晚才睡着，你隔天还要准时起床，因为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会产生另外一种特殊的睡眠问题，叫做睡眠相位偏移。严格上来讲，你们空服员的睡眠障碍就是相位偏移嘛，你不是睡不着，你是把睡眠时间往后一直推动，没错。所以睡眠相位偏移也算是一种失眠。那你如果今天睡不着，3点睡不着，你硬要睡到11点钟，那你明天对不起，那你要继续往后推，这样也不好。所以你要忍耐一下，该起床就要起床。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一点，就是说晚餐之后，请你在睡前2个钟头之内不能剧烈运动，那会干扰睡眠。晚餐之后就不要吃酒、咖啡、浓茶，都有可能影响你的睡眠。咖啡是咖啡因啦，哦，还有包括浓茶也是咖啡因，浓茶也是咖啡因，酒也是。因为我知道有些人睡前习惯来点小酒。好，其实酒对于褪黑激素还是有不利的效应，所以很多人的经验就是喝完酒之后，他会有点想睡。他睡着之后半夜很容易醒过来，对，酒对睡眠还是有迫害的效果，所以我们都不鼓励在晚餐之后再做这件事情。好，这个医师告诉我们这么多，可以让你好好的睡一觉的方法。不过我们再回到褪黑激素这件事情，是不是老人家比较容易困没起？所以我的问题是，褪黑激素分泌少是发生在老年人的层级吗？我们年轻人不会。对，我们小孩子的时候，褪黑激素分泌量大概是一个70岁的老人的9倍。你知道吗？现在年纪增加，它会一直掉下来，掉到1/9，微不足道，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容易产生失眠。还有会干扰褪黑激素分泌的是什么？牙膏里面的氟啦，氟已经知道会让松果体钙化，减少褪黑激素的分泌量。所以如果我失眠的病人，我就不准他使用含氟的牙膏了。不过还好，大家不要太惊慌。老人家牙齿的问题最主要都不是蛀牙，老人家牙齿问题主要是牙周病。那牙周病不是靠涂氟可以解决的啦。所以基本上有很多小节要注意，才能保护你褪黑激素分泌量。那褪黑激素分泌够，对女生它是预防女性肿瘤的一种保护的效应，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还没想过一个问题，褪黑激素分泌不够，不是只有睡眠障碍，它会让你造成骨松症。骨质疏松。对，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的成骨细胞，主要工作时段都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破骨细胞的活性会掉下来，那成骨细胞活性会得到刺激，它就开始做骨头。那你如果都没有褪黑激素分泌，晚上的成骨细胞就得不到刺激，所以你就整天都不照顾。这种人抽血的时候会发现一个特殊现象，你们很多人有员工健检，只是你们不会看报告而已。对，事实上你去看一下，很多人碱性磷酸酶常年的就偏低了，代表他的成骨细胞根本早就躺平了。我睡眠很好了，我坦白讲，我属猪啊，像一头猪一样。你是真的属猪哦？对，我真的属猪了，倒他就入睡。这种人天生就适合当内科，为什么？主治医师班我们是不到现场去嘛，对不对？可是晚上有时候碰到困难的病人，总医师晚上有时候一个晚上吵你4事也吵你啊。对，那个总医师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啊，就很丢脸，对不对？可是我都安慰他说没关系，我跟你讲，我放下电话马上就睡着了，你根本不用管这个事，你该打就打。因为我真的是睡觉睡一半，电话拿起来讲完之后放下去，1分钟之内我就倒了。所以我没有问题，可是我还在吃褪黑激素，因为褪黑激素被发现是一个抗老的荷尔蒙，因为它也对抗所有跟老化相关的疾病，包括你所知道的三高、骨松、退化性关节炎。在少许的动物研究跟更少的人体研究，它可以对抗老年神经退化性疾病，像帕金森氏症、失智症。所以它跟老化有关系。那跟肾脏呢？它对肾脏有一个特殊功能，这个倒是很值得一提。褪黑激素是已知目前最强的肾脏保护剂，它做过的研究用来保护谁？第一个，保护化疗药物，像顺铂、MTX 这些药物引起的肾衰竭，这些药物本身有肾毒性。第二个，它对抗抗生素引起的肾衰竭，譬如说你吃的一种注射型的对抗革兰性阴性菌的抗生素，
叫 aminoglycoside， 它是一系列的抗生素哦。它可以对抗很多毒性的污染物引起的急性肾衰竭。所以坦白讲，对于保护肾脏来讲，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剂、庇护剂。像我的病人只要需要住院，因为考虑到住院会需要用到很多药物，对，所以我都会叫他开始准备吃褪黑激素。当然，住院的病人也比较容易失眠。不过他失眠原因是来自另外一个问题啊，因为很多人躺在床上，每次看他会就一直浅睡、浅睡、浅睡。对，那浅睡次数太多，晚上就完蛋，就睡不着。因为你睡眠总要管制嘛。你不可能说你下午给他睡4个钟头，晚上再睡8个钟头，想都不要想这个事。所以，我们一夜好眠的这些建议清单，大家都要注意了。刚才江医师告诉我们，第一个，如果你的褪黑激素现在年纪大了，分泌的少了哦，白天可以去看看天空，是的，然后增加刺激你自己的褪黑激素。另外就是从食物来补充，刚刚大家都听到了，这些水果里头有大量的褪黑激素。我们刚刚讲到酸樱桃、奇异果、香蕉，还有香蕉、凤梨这些，凤梨要吃到1公斤，你要大量的摄取。最后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就是只能用购买的方式哦。是的。那首选江医师是不是也建议大家从自然的这个提炼出来？从植物提炼的效果比较强，效果比较好而且比较天然。只是说我们自己在国内可能大家取得不是这么容易啦我想最后问一下江医师，你觉得我们的政府，当然政府都是保守的，尤其台湾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对，我不错。对，那他们的考虑到底是什么？他到底是怕伤害什么？他们一定有他们的想法。没有，就是禁掉的原因就是当初那个狂牛症，只是从那时候禁到现在，对，从那时候禁到现在，从来没有再检讨过。那这太蛮憨了吧？对他来讲不做不错嘛。我开放，万一有人吃的怎么样，我给衰嘛。那我就不要做，我就不准你吃就好了，就不会有事啊。所以大家应该可以知道，如果你真的有睡眠方面的困扰，与其去吃安眠药，而且大家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书里面有提到褪黑激素是我们已知最强的抗氧化剂了，它有9阶的抗氧化作用。什么叫9阶？一分子碰到一个电子，那就把它中和掉嘛。那一个褪黑激素可以传到9颗电子，它才开始失去功能。它也是我们的粒线体的保护最重要的机转。因为只有它会被粒线体主动吸收，因为粒线体用来燃烧，燃烧过程就会产生很多的氧化物 ROS， 所谓的过氧化物。那它粒线体本身需要褪黑激素，所以我们除了少量的松果体分泌之外，其实身体制造的褪黑激素大部分都是在细胞里面制造出来，供应保护粒线体用的。所以观众朋友，如果你有睡眠的困扰今天看到这一集，你真的赚到了除了所有的方式你可能试过那就是褪黑激素可能是最后的一个解方了。我要特别讲一下，你褪黑激素不要贪多，不要贪多，你要开始从1毫克开始，因为很多人都1毫克就有效。对，有些人呢，就像您讲的一样，他一买了5毫克的。合成的40-50的这种，一吃反而晚上都被噩梦惊醒对。但因为这是褪黑激素本身的效果，你不能叫做它的副作用。可它的确会让你噩梦惊醒。所以没吃过的还是1毫克开始。对，你如果吃了产生噩梦惊醒，你就要想办法把你的目前吃的剂量减半吃，不是加量。所以噩梦是要减半对，你不要说因为吃了睡不着你就加量，不对，你会越来越更多的噩梦。你吃了褪黑激素噩梦惊醒，你只能减半给予。所以吃了褪黑激素如果做噩梦的话，就是在警告你吃的太重了。对，那你如果减半还在做噩梦，有可能比如说你从国外买1颗20的，对，你到10可能还过量那你搞不好再拆到5就是尽量减半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江守山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告诉我们这么多有关睡眠的一些知识，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一夜好眠。也谢谢你收看《健康大前线》，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拜拜。